朋友们，很多人在修行的过程中呢，都会有迷茫和纠结的时候，这是因为还没有礼悟。真正悟道圆满之人，都是在理上顿悟了，也就是明心见性了，知道了该如何让心获得大自在。而要想到达这一步呢，有3个真相是我们必须要看到的。首先第一个，无我无不我。什么是无我无不我？达摩祖师曾说，众生本来无我，后来心识随缘而转，于是就有了有情众生。每一个众生都有独立的身体，都有自己独立的思想意识，于是呢，就把这个身体的存在命名为我。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称自己为我，所以这个我指的是无不我。那我们是从何而来呢？问到这个源头上来，就是无我，是自己的本来面目，是我们的真心本性。两者有什么区别呢？这个无我，就是指我们的本心是永恒存在的，是不变的，而这个无不我，是随时在变换生灭当中，不是固定的，也可以称之为假我。打个比方，这个身体就像一件衣服，新穿上它就成了你，换另一件衣服穿上就变成了别人，就这样不停地换，就可以变成不同的我。就像一个人想起几个名字都行，这个不断换皮囊后的我就是假我。同样的道理，心本来无形无相，那我们从一出生下来，心就被套上了身体这副皮囊。由于我们穿习惯了这副皮囊，于是就不识本心了，就把身体这副皮囊当成是主人翁，当成是本来的自己，所以就开始贪住在身体这副皮囊上，贪向身体，执着身体的这个我，害怕身体会生老病死，害怕失去所追求的一切，于是以我的这个身体为中心，不断地向外去攀援一切，占有一切，随这个外部幻境的变化而转，最后各种担忧牵挂，患得患失，嗔恨烦恼，痛苦就都来了。我们一直看住在这个假我上，执迷于这个假我而浑然不知，浑然不觉，迷失了本心。所以我们要明白，这个色身的我不是本来的自己，只是一个幻身，是心借来暂时用的一个工具而已，是拿来借假修真的，不是把身体拿来只想着吃喝拉撒的，也不是为了来吃苦受累的，而是用这个身体来修行的，用来回归我们自在光明的本心。观破这个假我后，让自己不被身体所困，不被五欲六尘所困，不被功名利禄、爱恨情仇所困。要明白世间的一切本都是幻有的，都是暂时的，你贪求再多，最后也带不走，反而成了他们的奴隶，无法得到安定与自由。第二个，无相无不相。什么意思呢？心本无相，可是呢，心能显相，就像镜子能显相，不能显相就不是镜子了，对不对？那心能显相是怎么显呢？就是来什么缘就显什么相，遇什么境就显什么相，一切随缘显万象，这就是无相无不相。举个例子，我们从一出生就拥有了一副身体，匹配在这样的家庭，有这样的父母、兄弟姐妹、朋友，遇到的所有人事物都是一个缘，都是一个相。心随着这个缘而来，需要演好我们的角色，完成不同的任务。当任务完成了，就随缘配合去演下一个剧本，这都是自由的。对觉悟的人来说，不管你怎么演，只要心不迷，不忘本心，怎么演都是自在的，都是圆满的。因为真正的我是坐在电视机旁观看剧中演戏的我，那个看剧的我才是本来的我。
是自在的我。当然，不论是真我还是假我，这两个我本来就是一个我，真我和假我本来无二。这也就是《心经》所说的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，色空不二。这都是方便法，目的就是为了让我们破迷成悟的。最后一个，无生无不生，心本无生，却能生出万法万象。那万法万象本是生灭的，可是有这个心在，就能生出无边无限的万象。这个就是无生无不生，回归本心，就了悟了自心本无生。有生有灭的是一切外境、外缘、外相。身体消亡也好，亲人朋友离开了也好，这都是缘尽了，就像人生来演的剧本一样，随缘而来，随缘而去，从无生的本心而来，又回到无生的本心去，如同来演了一场戏。当明白了无我和无不我，无相和无不相，无生和无不生这两者的关系后，就能稳坐中军，不落入两边，不执两端，不执着无也不执着有，这才是正确的修行。可是我们呢，却都执着在这个有相的世界里，忘了本心，所以困在幻中，随幻而转，是着相住相才会烦恼痛苦，被相所迷就要破相。我们每个人都被困在不同的圈内，每个人所执着烦恼的对象也都不同。比如有人从失恋走不出来，有的从负债走不出来，有的从疾病走不出来。凡此种种都是一个相，是自己曾经的无明妄为造下的因，所以今天才会受到这个结果。正是因为从各种困境磨难中走不出来，所以才要去觉悟，去修行。所谓烦恼即菩提，从哪里迷进去的，就从哪里悟出来，在哪里困住了，就在哪里脱离出来。要知道，一切的痛苦磨难都是一个助缘，所有在外境上遇到的人事物都是来唤醒你的，都是来指引你回归到本来的自己，做回那个本自光明圆满、智慧无限的自己。当我们明白了这个，就要归心了，不要流浪在外面到处找家了。真正的家是你的心。如何归心呢？就是知一切幻，离一切幻。就像你看到水中的月亮，你还会打捞它吗？你还会分别执着它的是非、善恶、好坏吗？不会，因为它本幻，只是随缘显现的幻象而已。这就像一滴水回归了大海，站在大海的角度来看，所有分离出去的水滴，无论是变换成气、冰、雪还是霜，都是从大海随缘显化的一个化身。所以一切相本无好坏善恶的分别，一切都是心随缘而妙用出来的。因此当我们还着相住相的话，就看不见自己的本来的面目，就会迷失本心，就会执着在假我的牢笼里，把自己孤立成一个独立的个体，贪恋这个身体，贪恋外在的一切事物，颠倒妄想，烦恼痛苦就如影随形而来了。要知道，当我们烦恼痛苦的时候，当我们出现一切负面的情绪状态的时候，就是由于我们着相住相了。就像你本来身份就是一个过客，后来受导演的邀请让你当演员演戏，你穿上服装就变成了演员的身份，天天演戏，天天住在剧组里。刚开始觉得挺好的，戏里太美好了，然后不知不觉就入迷了，最后忘了自己的本来身份，就彻底困在了这个剧本当中，把戏当成真的，彻底活颠倒了。总是期望别人一直对我好，比如他今天对我好，可明天对我就没那么好了，于是就不开心了，就烦恼了。总是期望别人怎么对我，
或者期望别人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做，总是活在别人的看法里，把外界的一切人事物当成是你的偶像和主人，活成了他的奴隶，受他的起伏波动，心随境转，念念有住有执，念念皆被幻象所捆绑，所以心在幻象里妄想妄求，执着身体就会恐惧疾病和死亡，执着名利就成为名利的奴隶。总之，你执着什么，就会把它当作实有，就会掉进这个虚幻的相里面，就会生出贪欲、占有欲，求而不得就会起嗔欲、痴欲、慢欲、疑欲，就在这个贪嗔痴慢疑的幻象牢笼里执着抓取不放，轮转在里面受苦。当我们越执着贪求什么东西的时候，心就会烦恼痛苦不止。当我们不执着不妄求的时候，心就会格外的清净自在。因为烦恼即菩提，快乐也是菩提，都是你的心决定的。你所执着的东西都是困在幻象里了，就像迷在泡影里，妄想妄求，一心想得到，所以困在自己的执念里。当你不执着在这场戏里时，放下你所妄想妄求的东西时，你当下就回归了本心，当下就体验到了清净自在。所以说，颠倒只在翻手之间。在生活当中呢，要以心为本，自心为镜。心能显相，能照相，相本虚幻，是心的影子。心把影像显出来后，是让我们见相即见心的。当我们迷的时候，多看一下我们的人生命运剧本为什么是这样，为什么越走越苦累，再问问自心，是什么导致这样的结果？难道是别人吗？不是的，别人都是你生命当中的陪客，他不可能一直指导你按什么标准去做人做事。就像你曾经误听了一个话，最后事情做错了，你后悔了，那通过这件事，你肯定吸取了教训，成长了自己，以后遇到同样的事，不会再按那样的方式去做。所以说，一切外在的人事物都是一种助缘，都是我们内心能量的显化，从而吸引到同频的人事物来到我们面前，是来叫醒我们的。如果你没有这个觉悟的话，一直活在外面的相上，认为都是别人的原因造成的，那你就一直卡在这一关受苦受难。为什么？就好比你有贪欲心，总爱贪小便宜，那就会吸引来一个骗子来把你骗了。因为你心迷在幻象里，贪欲心一直存在，你也会去欺骗别人谋取利益。所以心中你装的是什么，想的是什么，都会在外在显出一个相出来。种种执着不放的相叠加在一起，就汇集了我们这个人生命运剧本。因此我们只有回归本心，这样才能左右自心世界，在人生当中不会迷失。那回归本心后就什么也不做了吗？也不是，我们还要活出本心的无限，要在万缘万境中妙用出来。这就是借假显真，借境练心。很多人在自觉自悟以后呢，就会厌恶凡尘，想远离红尘，找不到工作的意义，也疏于社交，对生活、工作、赚钱产生了一些消极的影响。这就是空执，也是一种执着。只要是执念，你就一定会产生痛苦。真正的修行人在红尘中觉悟以后，反而不想离开世间，想助缘到更多的人，帮助更多的人，他们能够平衡身心，找到自己的天赋与使命，并热衷于自己心中的事业，走在心中的专属轨道上。同时他们对这个世间的态度也变了，看什么都是圆满的，看什么都是慈悲平等的，看什么都是喜悦自在的，
自利利他，自爱爱他，自觉觉他，自度度他。所以，心处在哪个世界都不重要，关键是活出本心无限自然与清净的状态，这才是生命的真谛。明白了吗？好了，非常感谢你能看到这里，希望能对你有所触动和启发。我们下期再见。